那年我上山打猎救了名女知青，她为报恩嫁给了我，全村都笑我娶了个只会啃树的赔钱货。别管他们，直到3年后。乡亲们，特大好消息！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啦！念初，恢复高考了，咱们去报名点。报名点门口早已挤满了人，排队，都别挤，一个一个来。言川，当初要不是你，我今天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谢谢你。看着他的眼睛，我的思绪回到3年前的深冬，1975年的深冬，大雪封山，肚子疼。陆家已经没东西下锅。言川啊，这连着下了4场大雪，你现在去不是送命吗？娘，家里实在没东西下锅了。黑松崖的雪摸到小腿，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崖口的杂树林边传来一阵绝望的呼救，我跑过去，看见一个姑娘，还有一匹兽狼。我对着兽狼开枪，兽狼被吓退进泥土。别怕，狼跑了，还能站起来吗？动不了了，大哥，快走，后面还有人在追我。来，赶紧上来。一路上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大哥，别把我送回知青点，我怕。我知道，先去我家。我把沈念初背回陆家。言川，你这是咋背了个姑娘回来？娘，黑松崖救下的，碰上狼了，还被人追。陆母看他可怜，赶紧让他暖身，又端来碗热姜汤。你先暖一暖。喝下热姜汤后，沈念初终于有了些力气。谢谢大娘，谢谢大哥，我叫沈念初，是下乡知青，我不是故意添麻烦，我实在没地方去了。别怕，只要有我陆延川在，保证没有人能动你。陆延川，快把人交出来！陆延川，给我滚出来！别怕，你在屋里待着。交什么人？我家没你要找的人。少装蒜，知青点少了个女知青，她大雪天乱跑，真出了意外，谁担得起责任？他昨天在黑松崖差点出事，没见你着急找，现在倒想起要人了，你安的什么心？陆延川，你少多管闲事，知青归队里管着，你敢藏人？他受了惊，在我家歇几天，碍着你什么事儿？你少逞英雄，那丫头要是不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赶紧把人交出来！赵长贵，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为了个外来知青，想跟我彻底翻脸？翻脸又怎么样？你再敢往我家院子里迈一步，我就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全说给全村人听。我不回知青点。你说不回就不回，吃队里的粮，住队里的房，还敢不听话？我每天上工没偷过懒，吃的是自己的口粮，我从来不欠你什么。连女娃都欺负，你就不怕折了自己的福气？滚！你能护他一时，护不了他一世。等开春了，咱们走着瞧。赵长贵一走，沈念初像被抽干力气，慢慢蹲在地上。陆大哥，我什么活都能干，求你别赶我走。陆大哥，我能干活，做饭、洗衣、下地都行，求你别赶我走。先好好养伤，别的事儿以后再说。接下来的10天，沈念初在陆家住下，他像疯了一样拼命干活，就想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他翻了旧书，又去河边找了野甘草，给陆母熬水喝。大娘，您把这水喝了，对咳嗽有用。还真别说，喝了沈念初熬的甘草水，陆母夜里咳嗽少了很多。山水田土，小果跟我读。山水田土。言川啊，你看这念初心善，人也正派，是个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好姑娘。可是单身汉家里住着女知青，流言很快传开了。家那小子救回来个媳妇儿，城里人哪够待住，早晚得出事儿。再乱嚼舌根，我绝不客气。2个妇女被吓得匆匆离开，但陆延川知道这事儿没完。等陆延川回到家，院子里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你们在干什么？延川，不是我们为难你，知青长期住在社员家里不合适，今天你得大家的一个说法。什么说法？要么送回知青点儿，要么你们俩就成亲，光明正大堵住村里人的嘴。陆延川明白，这根本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你不嫌弃我，我愿意嫁给你。如果你不嫌弃我，我愿意嫁给你。这城里知青真要嫁给陆延川？是你救了我，才挨了这么多闲话。我不能让你白白受委屈。你若愿意，我就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你若不愿意，我今晚就走。看着他挺直的背影，我想起黑松崖那一幕，心底的顾虑被彻底击碎。好，你愿意嫁，我陆延川就敢娶。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家穷，给不了你体面日子。你进了我的门，就得跟着我吃苦。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尊重。就这样，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我们成亲了。
没有彩礼，没有排场，只有陆家和邻居凑出的一桌饭。念初，委屈你了。不委屈，这是我吃过最安心的一顿饭。我把父亲留下的旧木箱修补好，擦得干干净净，送给沈念初。那口旧木箱不值钱，却是我能拿出的最好心意。沈念初摸着那口旧木箱，摸了很久。言川，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今天说的话。我不后悔，你别后悔就好。我永远都不会后悔。原本以为结了婚日子就能安稳，可我和沈念初还是低估了赵长贵的恶毒。陆延川，你娶了个赔钱货，你也是个废物。开春之后，日子虽然苦，但因为有了沈念初，这个家总算被过出了暖暖的滋味。我拼了命的干活，下地、打猎、修水渠，什么挣工分我干什么。沈念初的脚伤彻底好了后，也跟我一起下地插秧、割麦子，一点都不躲懒。中午别人休息时，他还帮队里记账，连队里干了一辈子的老会计都夸他脑子好使。可赵长富心里一直憋着气，没打算放过我们。他给我们家分最劣质的粮食，把10场最苦最累的活派给我。他还在村里到处散布谣言，说沈念初根本不是真心报恩，只是没地方去，等风头过了就拍拍屁股回城。我忍着怒火，拼命攒了大半年的鸡蛋，去乡里赶集时，给念初换了一块深蓝色的棉布，想给他做件新褂子。我们俩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刚到村口，就迎面撞上了赵长贵。哟，陆延川，现在这么疼媳妇儿啊？我懒得理他，拉着念初就要走。我劝你别白费力气，等人家哪天想通了，拍拍屁股就回城了，你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我回不回城，是我自己的事。我嫁给陆延川，明媒正娶，光明正大，谁也说不出半句闲话。你这种心里龌龊的人，就算嘴再脏，也别想踏进我们家半步。不识好歹！赵长贵咬着牙骂了一句不识好歹，灰溜溜的走了。你真的不想回城里吗？想过，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可我想回去的是有人疼我的地方，不是那个冷冰冰没人护着我的家。我现在想守着的是你，是娘，是妹妹，是这个家。听到这话，我眼眶发热，暗暗发誓要让他过上好日子。可天有不测风云，那年秋天，老娘的病突然加重，高烧不退，躺在床上起不来。哥，娘的病突然加重了，躺在床上起不来，这可咋办啊？我去借钱，赤脚医生那边的药钱不能再拖了。哥，可是还要交我的书本费。交，砸锅卖铁也得让你上学。我去借钱。言川，你站住！他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把一个小小的蓝布包塞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什么？是我下乡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银镯子，你拿去换钱，帮家里还债。平安扣你帮我收着，别弄丢了。不行，这是你的贴身东西，我绝不能动。可现在它也是这个家的东西，我不是来家里躲风头的，我是跟你一起过日子的。家里有难处，我就该跟你一起扛。我攥着那只冰凉的银镯子，心里又暖又涩，半天说不出话。但我终究没卖那只镯子。包工头，给我派最重的活，我要结现钱。延川，你不要命了？扛那种大石头，肩膀会废的。废不了，来。我去了石场，扛了整整20天的大石头，每天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衣服死死粘在皮肤上，撕下来的时候疼得钻心。但我硬是咬着牙，把欠的药钱和小五的书本费一分不少的全凑齐了。晚上回到家，沈念初打来热水给我清洗伤口。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倔？你不也一样吗？他低下头，默默地给我包扎好，过了很久才抬起头看着我。如果有一天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你信不信我？你先把眼泪擦干净，再说大话。我记在心里了，早晚有一天我会做到。我以为这只是一句安慰的话，直到1977年秋天，村里的小学突然缺了一个代课老师。我听说之后，连忙带着消息赶回家。念初，老支书说村里小学缺个代课老师，你想去试试不？我能行吗？怎么不行？
你读过高中，有文化，去试试吧。这一试，整个青石澳的孩子们都爱上了上课。沈老师，城里真的有高楼和马路吗？当然有，城里还有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看不完的书。我每次路过小学，透过窗户看他站在黑板前，头发挽在脑后，袖口沾着粉笔灰，认真讲课的样子，心里就特别安稳。转眼到了除夕，我攒了好久的钱，买了半斤猪肉，家里终于包了一顿像样的饺子，热气腾腾的那几上桌，这是好几年都没有过的热闹。新年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想要一盏更亮的煤油灯。就只要这个？就只要这个。晚上我想多看一会儿书，灯亮一点，眼睛能舒服些。你还在看书？沈念初有点不好意思地从木箱底翻出几本旧课本，书的边角都磨毛了，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小字。是我下乡带来的，我总觉得书不能丢，知识不能忘。你还想再考试吗？以前不敢想，也没机会想。那现在呢？现在有时候会想，万一有一天我能凭着自己的学问走出大山呢？那一瞬间，我的心像被轻轻扎了一下，不是怕他走出大山，而是怕他走得太远，我这个山里的庄稼汉一辈子都追不上他。但这念头刚冒出来，我就狠狠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他跟着我吃了这么多苦，我怎么能拦他的路？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兜里仅剩的几块钱，冒着严寒离开了村子。师傅，这废品收购站里的旧课本咋卖？5分钱1斤，自己挑。我跑了20多里山路，在公社的废品站里翻找别人丢掉的旧书。表哥，你跑长途运输，帮我从县城里捎几本最新的复习资料回来吧。就这样，我把找来的书一本本带回了家。言川，你哪里弄来这么多书？废品站淘的，还有托表哥买的，想考就考，别怕。可是，等我给你换最亮的书，我给你到处去找，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安心学习就好。言川，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从那天起，沈念初白天上课干农活做饭，晚上就凑在煤油灯下看书，常常学到后半夜。我坐在旁边编箩筐，安安静静的陪着他。想考出去，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安分？觉得我不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要是真的不安分，早就走了，怎么会陪着我熬这么多年？等我考上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吃苦受累。那万一考不上呢？考不上，我就一辈子给你当媳妇儿，赖在你身边，哪儿都不去。看着他明亮的眼神，我觉得就算这辈子都守在青石澳也足够了。可是，命运的齿轮转动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了，乡亲们，大喇叭广播了，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像一声惊雷，炸响了整个大山沟，全村人都沸腾了。知青们翻出压箱底的课本，村里的年轻人都疯了似的到处打听报名的时间地点。念初，你听见没？恢复高考了。言川，我可以去报名吗？当然去，我陪你去。高考报名那天，我特意跟队里请了假，没去上工。沈念初穿上了那件深蓝色的新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把所有的证件都小心翼翼地放在布包里，攥得紧紧的。言川，如果我真的考上了，真的走出去了，你会不会害怕？怕什么？怕你嫌我是山里人，嫌我没文化。念初，你记住，不管你考不考得上，不管你以后走多远，你首先试试你自己，然后才是我的媳妇。别为了任何人把自己困住，别放弃自己的梦想。我们一起走进了熙熙攘攘的报名现场。村长改开，改开。别紧张，有我在呢。下一个沈念初，你叫沈念初？是。县城兵戈市人？是。你父亲叫沈青山？对。周叔，咋了？陆延川，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知道你媳妇到底是谁吗？
不就是个下乡知青吗？你放屁！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你媳妇沈念初，他爹沈青山当年是滨江市大名鼎鼎的工程师，是省里点名的专家呀。谁也不知道沈专家的女儿藏在咱们青石坳，更没想到她嫁给了你这个土里刨食的庄稼汉。那又咋样？我娶她的时候，她无依无靠，我又没图她啥。你懂个啥？现在项目重新推进了，政策也往回拉了，沈家早晚要晋升，要回城。你现在把她推去高考，等她进了大学，回了城，你俩就是天上地下。到时候你留得住她吗？沈家要是找过来，能认你这个泥腿子当女婿吗？周广福的话像一块巨大的冰坨，狠狠砸在我的心口上，我整个人僵在墙角，半天回不过神。你到底听懂没有？你现在把她推去高考，等她考上了，回了城，你俩就是天上地下。到时候你留得住她吗？再说沈家要是真找过来，知道女儿在山沟里嫁了庄稼汉，人家能愿意吗？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像被无数根针一起扎着，又疼又麻。我能说什么？说我不怕他离开，说我相信他不会走，可连我自己心里都开始打鼓了。言川，我是怕你最后人财两阔，伤透了心啊。填好了，就等审核了。言川，你刚才跟周村长说啥呢？神神秘秘的。没啥，就是问了问报名的规矩，怕填错了耽误事儿。放心吧，我都核对3遍了，不会错的。等我考上了，咱们家就不一样了。从报名处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路都没怎么说话。换做平时，他肯定会问我晚上吃啥，可今天他好像看出我心情不好，只是安安静静的走在我身边，偶尔轻轻攥一下我的手。言川，咋了？报名不顺利？娘，都顺利，表格交上去了，就等消息了。顺利就好，咱们念初有文化，肯定能考上。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周广福的那句天上地下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悄悄起身，披了件衣服，走到院子里抽闷烟。夜风吹在身上有些发凉，我猛抽了一口汗烟，呛得直咳嗽。言川，有啥事儿跟娘说，别一个人憋着。娘，念初他不是普通知青。周村长今天告诉我，他爹是城里的大专家，叫沈青山。我早就看出来了。啥？您早就看出来了？念初刚到咱家的时候，说话做事就跟村里姑娘不一样。她懂礼貌，会看书写字，手上一点老茧都没有，一看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那您咋不告诉我呀？告诉你有啥用？她那时候落难，无依无靠，咱们救了她，她愿意踏踏实跟你过日子，这就够了。可是娘，她要是考上大学回了城，她是谁的女儿？家里以前是干啥的？重要吗？重要的是，她心里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家。老娘一辈子没出过青石坳，可道理看得比谁都透。是啊，她是谁的女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沈念初，是我陆延川的媳妇儿，是那个陪我吃苦，把我娘当亲娘的女人。娘，我懂了，不管她是谁，我都信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念初是个重情义的孩子，他不会负你的。接下来的日子，沈念初更加用功了。白天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回家就做饭喂猪，等全家人睡下，他就点着那明亮的煤油灯，一直学到后半夜。陆延川不说话，就坐在旁边安静的编箩筐陪着他。言川，你说我能考上吗？肯定能，你这么用功，老天爷都看着呢。我要是考上了，去城里上大学，你会跟我一起去吗？我去城里干啥？我就是个庄稼汉，去了也是给你添麻烦。你不是麻烦，你是我男人。等我稳定下来，一定把你、娘、小果都接到城里去，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陆延川知道他是真心的，但没有接话，只是把沈念初紧紧搂进怀里。可就在这安稳的日子里，赵长贵又出来捣乱了。那天陆延川去队里上工，他故意把最累的挖渠活派给陆延川。有些人啊，就是痴心妄想，娶个城里知青，还想供着考大学，等人家飞上枝头变凤凰，第一个就把你踹了，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旁边几个溜须拍马的人跟着哄笑，陆延川攥紧拳头，指节发白，但陆延川没说话，跟赵长贵吵没用。等沈念初考上大学的那天，所有的闲话都会不攻自破。沈念初，你别装模作样了，你就是城里落势的大小姐。现在高考恢复了，你肯定要回城嫁人。
绝对不会跟着陆延川这个穷鬼过一辈子。赵长贵，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念初是啥样人，全村都看着呢，轮不到你在这放屁。我胡说？你问问他自己甘心待在青石康吗？他就是利用你们家。就在这时，沈念初刚从学校下班回来，他上前一步，冷冷地看着赵长顾。赵长贵，我嫁给延川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考大学不是为了离开他，是为了让我们家过得更好。我沈念初这辈子生是陆家人，死是陆家鬼，谁也别想挑拨我们。赵长顾显然没料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绝，一下子愣在了原地，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这赵长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人家小两口好好的，他非要来捣乱，真缺德。赵长富脸上挂不住，咬着牙骂骂咧咧地逃走了。沈念初转过身，看着气得浑身发抖的陆母，眼眶一红。娘，让您受委屈了。傻孩子，娘不委屈，有你这句话，娘就放心了。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沈念初瘦了一大圈，眼睛里全是血丝。陆延川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天早早起床进山给他打鸟蛋、采野菜补身体。陆母也把家里攒的鸡蛋每天煮2个给他吃。陆小果放学回家后也不闹了，安安静静写作业，生怕打扰嫂子。不仅是我们，全村人都知道他在备考，纷纷跑来帮忙。隔壁张婶端来做好的饭菜，王大爷送来自家攒的白糖给他泡水喝。念初，考试那天队里给你放假，安心去考。沈念初感动得直掉眼泪。延川，青石坳的人真好，就算以后真的去了城里，我也绝不会忘了大家。考试那天，天还没亮，陆延川就爬起来做早饭。陆母煮了鸡蛋，蒸了白面馒头。沈念初收拾妥当，背上陆延川给他缝的布包，两人并肩走到村口。就在陆延川也想上车的时候，他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你就在家陪娘和小果吧，我自己能行，考完我立马回来。陆延川不放心，但也只能点头。延川，等我回来。我等你，不管考得咋样，你都是我媳妇儿。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阵尘土。那天，陆延川过得比1年都漫长，下地干活心不在焉，边箩筐把手扎了，连饭都吃不下去。陆延川怕他发挥失常，怕他难过，更怕他考上了真的会离开自己。傍晚，拖拉机的声音终于在村口响起，陆延川像疯了一样冲出院子，跑到村口。沈念初从车上跳下来，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考得咋样？挺好的，题目都会做，应该没问题。接下来的日子，沈念初每天都会去村口等邮递员，陆延川也跟着一起等。天气越来越热，转眼就到了夏天。那天中午，邮递员骑着那辆自行车，一路狂按铃铛冲进村子。陆延川家挂号信，大学录取通知书。陆延川听见这声大喊，扔下锄头就往家狂奔。沈念初也从学校跑了回来。恭喜啊，考上省城的重点大学了。沈念初手抖得像筛糠，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掉了出来。沈念初被录取到省城滨河大学工程系。延川，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肯定行。就在全村人都在为陆家欢呼庆祝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一辆极其稀罕的黑色小汽车扬起漫天尘土，缓缓开进了青石坳，最终稳稳地停在了陆家的院门口。走在前面的是个中年男人，气质儒雅，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的眉眼竟和沈念初长得惊人的相似。中年男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喉咙里颤声喊出了2个字：念初。沈念初听见这声呼唤，浑身猛地一僵，他呆呆地站在陆家院门口。一阵微风吹过，他手里那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轻轻从指尖滑落。陆延川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瞬间涌上心头。沈念初死死盯着他们，眼泪突然像决了堤一样蜂涌而出，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爹，娘。陆延川整个人如遭雷击，双脚像生了根一样定在院门口。这就是沈念初的爹娘，他真正的亲人。他们气质体面，跟陆延川这个满身泥巴的庄稼汉站在一起，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延川，是沈青山夫妇。沈念初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快步冲进院子，一把将沈念初死死抱进怀里，嚎啕大哭。而沈青山的目光冷冷地转向了一旁不知所措的陆延川。我的乖女儿，你受苦了，娘终于找到你了。3年了，爹娘找了你整整3年，快吓死娘了。娘，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沈青山站在一旁，摘下眼镜，用手帕用力擦了擦通红的眼睛，情绪同样激动无比。他慢慢走上前，看着瘦弱的沈念初，眼神里全是化不开的愧疚和心疼。爹，对不起你，让你在山沟里受了这么多年苦。咱们回家，回省城。
听到回省城3个字，沈念初猛地抬起头，他看了看他爹，又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一样的陆延川，眼神里闪过一丝剧烈的纠结。下一秒，他慢慢从他娘的怀里挣脱出来，毫不犹豫地走到陆延川身边，一把紧紧拉住了陆延川满是老茧的手。爹娘，这是陆延川，我的男人。全场死寂。是他在我落钻，差点被狼咬死的时候救了我，是他护着我，陪着我，是他给了我一个家。沈青山和沈母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落在了陆延川的身上，那目光里有惊讶，有意外，更有一种陆延川看不懂的高高在上的复杂。你就是陆延川？是。谢谢你救了我的女儿，也谢谢你照顾了她3年。沈青山的声音很客气，却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离感。但念初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女儿，我们绝对不能让她再待在山沟里了。这次来就是接她回省城上大学，这些算是我对你的补偿。沈青山一边说，一边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皮纸信封，直接递到陆延川面前。信封像烙铁一样烫眼。我不回去，除非延川娘、小果跟我一起走，否则我哪儿也不去。念初，别任性。陆延川是庄稼汉，他去城里能干啥？他根本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你跟我们回去上大学，以后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过好日子。门当户对，像刀子扎进陆延川心里。陆延川第一次清楚地明白，自己配不上他。念初，不要毁了自己的未来呀！你是大学生，前途光明，不能一辈子困在这穷山沟里。你跟我们回城，爹娘会补偿你，给你最好的生活。你跟陆延川真的不合适。村民全都安静下来，谁都知道这门亲事悬了。陆延川低头看向沈念初，我就要跟着延川。沈念初红着眼甩开沈母，死死抓住陆延川。沈念初为了他对抗所有人，陆延川心疼得发颤。陆延川知道他是真心想跟自己在一起，可他真的能耽误他吗？他本该有更好的人生，不该跟着自己在山沟里吃苦。陆延川死死咬牙，把喉咙里的苦涩咽了回去。众目睽睽下，陆延川一点点抽回了自己的手。陆延川轻轻抽回自己的手，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延川，念初，你跟你爹娘回城吧，去上大学，去过你该过的日子。你不要我了吗？我不是不要你，我是不能耽误你。你是大学生，是沈家的大小姐，你应该回城里过好日子。我就是个泥腿子庄稼汉，给不了你那些，也配不上你。我不要那些好日子，我只要你，只要这个家。延川，你说过的，不管我是谁，不管我走到哪儿，你都信我，都陪着我，你忘了吗？陆延川怎么会忘？那些话都是陆延川掏心窝子说的。可现在，沈念初的家回来了，陆延川不能再自私地折断他的翅膀。以前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你爹娘来找你了，你该回家了。陆延川，你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会记住你的恩情。这笔钱算补偿你这3年对念初的照顾。我不要钱，我就念初，娶念初，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补偿，我是真心喜欢他，真心想跟他过日子。现在他回家了，我只希望他以后能好好的。沈念初看着陆延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他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让人心碎。陆延川，你真狠！你说过会一辈子陪着我，不会离开我，原来都是骗我的。陆母从屋里走出来，红着眼拉起沈念初的手。念初啊，听娘一句劝，跟你爹娘回城吧。延川是为了你好，他不想耽误你。你有出息，不能困在山沟里。你放心，我们不怪你，延川也会好好的。沈念初一点点松开陆延川的手，往后退了几步。他弯腰捡起沾泥的录取通知书，
好，我回城，我去上大学。陆延川，给我记住，我沈念初这辈子只嫁过你一个人，我不会找别人，绝对不会嫁什么门当户对的人。你等着我，等我毕业，等我站稳脚跟，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到时候谁也拦不住我们。我沈念初，今生今世绝不回头。沈念初转身，跟着父母走向黑色轿车，他没有回头。陆延川知道他在哭，车门重重关上，小汽车发动，卷起尘土，驶离青石坳。陆延川浑身力气被抽干，蹲在地上捂着脸放声大哭。村民叹着气散去，陆延川脑子里只剩他最后的话：陆延川，老子早就说过，你就是个被踹的命。陆延川，老子早就说过，你就是个被踹的命。大家都看看啊，人家沈念初回城过好日子了，还能记住你这个泥腿子，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吃上天鹅肉？你给我闭嘴！咋的？人走了，拿我撒气？有本事你去城里找人啊！人家爹是省里的大专家，你惹得起吗？陆延川再也忍不住，冲上前把赵长贵撞得跌坐在泥地边。沈念初是我陆延川明媒正娶的媳妇儿，她去上大学是我让她去的。你再敢往她身上泼脏水，我绝不饶你！都住手！赵长贵，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人家陆延川心里正难受，你跑这来落井下石，赶紧滚！从那天起，赵长贵再也不敢来陆家捣乱，见到陆延川就远远绕道走。村民见到陆延川都很客气，却心照不宣的不再提沈念初。所有人都觉得他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日子似乎恢复了青石崖往日的平静。陆延川每没天亮就下地干活，拼命的干，晚上回家就坐在院子里编箩筐，一言不发。陆母总是躲在屋里偷偷叹气，陆小果也不再吵闹，家里变得冷冷清清。周广福有时候会来找陆延川，坐在门槛上陪他。庭川啊，别太难过，念初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他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陆延川用力点头，却没有说话。陆延川愿意等他，可省城那么大，大学那么好，他身边会遇到很多优秀的人，时间一长，谁能保证他不变心？直到2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陆延川，快去村里事务屋接电话，镇上寄信点打来的。喂，我是陆延川。延川啊，省城滨河大学寄来的挂号信，我马上来拿。陆延川借了周广福的自行车，一路狂蹬，赶到公社寄信点，拿到那封厚厚的信，看着信封上沈念初的字迹，陆延川的手抖得几乎拆不开封口。庭川，娘，小果，见字如面。我已平安抵达省城大学，学校很大，可我每天晚上看着窗外的路灯，脑子里全是我们家那盏煤油灯。爹娘确实给我安排了相亲，但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门亲事拒了。我告诉他们，我沈念初已经结过婚了，我的丈夫叫陆延川，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除了他，我这辈子谁也不嫁。爹气得责罚我，断了我的生活费。我现在一边上学，一边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延川，你要信我，等我毕业分了工作，我就回去接你。他没变，沈念初没有变，他一个人在城里，为了这段感情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陆延川跑回家，把信里的内容念给陆母和陆小果听。造孽呀！念初从小没吃过苦，为了咱们家，竟然去食堂打杂。延川，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他呀！娘，您放心，我就是死也得对得起他。小果，哥念一句，你帮哥写一句。好。念初，信已收到。家里一切都好，娘的咳嗽也没犯。你在城里受我心疼的要命，缺钱就告诉我，我进山多干活给你寄钱。你别太累了，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陆家仿佛又和沈念初恢复了联系，每个月沈城的信都会准时送来。虽然只能靠信件交流，但知道他在努力，陆延川就浑身有劲。然而，这种隔空传情的安稳日子仅仅维持了1年。到了第2年的秋天，信件断了，1个月、2个月，信件迟迟没有再来，整整半年。省城那边再也没有只言片语寄来。青石坳里那些被压下去的流言蜚语，再次像毒草一样疯狂滋生。早说了，城里的金凤凰哪会等泥腿子？陆延川全当没听见，挑起水桶就往回走。庭川，念初快半年没来信了，会不会出啥事儿啊？娘，您别瞎想，他学业又要勤工俭学，没空写信也正常。其实陆延川心里比谁都慌，时间那么长，距离那么远，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但他答应过他，要信他。那天下午，陆延川实在忍不住，放下手里的活，一口气跑到了公社寄信点。李叔，真没有我的信吗？省城滨河大学寄来的。庭川啊，真没有，你都连着来问3个月了，要是有，我还能不给你送去？陆延川失魂落魄地走出寄信点，
难道沈念初真的妥协了？难道他遇到了门当户对的人，不想再联系陆延川了？不可能，沈念初不是那样的人。陆延川浑浑噩噩，刚到村里事务屋后墙根，陆延川突然瞥见一个黑影正蹲在铁皮信箱旁边。村里的信件都会先放在这个铁皮信箱里，等第二天再分发。黑影手里拿着铁丝，正从缝隙里往外拨东西。啪嗒一声，一封信被拨了出来，掉在地上。陆延川定睛一看，那声音，那身形，还真每个月都寄。我让你等，我让你一辈子都等不到。赵长贵掏出火柴，刚划亮，没点燃有内信。陆延川再也忍不住，从黑暗中猛地冲了出去，一把将赵长贵撞离那封信。赵长贵一抬头，看见陆延川站在面前，脸色瞬间变了。那封差点被毁掉的信上，清清楚楚写着沈念初的字，牛皮纸信封上清清楚楚印着滨河大学，收件人写着陆延川。赵长贵，你敢偷我的信！陆延川怒火上头，冲上前把赵长贵按在信箱旁。陆延川，你敢动我！救命啊！听到动静的周广富和几个村民打着手电赶了过来，把陆延川拉开。快住手！延川，别把事情闹大！周叔，你问问他干了什么？他偷念初寄给我的信，偷了整整半年。赵长贵，延川说的是不是真的？是我偷的又怎么样？我就是看不惯他，凭什么他能娶大学生？我就是要让他以为沈念初变心了，让他成全村笑柄。破坏别人通信，这是大错，先把他看住，明天一早交给上面处理。陆延川顾不上赵长，颤抖着手撕开那封被夺回来的信。庭川，这已经是第6封信了，你为什么不回信？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我心里很慌，我爹知道我一直给你写信，托人拦了我的信件，还不让我出门。这封信是我央求同学偷偷带出去寄的。不管发生什么，你一定不能放弃。我马上要大3了，学校有提前分配的机会，为了争取回我们县城的名额，我报名了最艰苦的勘探实习。等我，一定等我。看完信，陆延川浑身的血都像沸腾起来。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拼命往回走。陆延川仰起头，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沈念初拿命在拼，陆延川绝不能拖他的后腿。娘，小果，念初没变心，是赵长贵把信偷了。我就知道念初在那边受大罪了，咱家不能拖他后腿啊。我知道娘，念初信上说他想争取回咱们县城的名额，等他毕业回来，肯定不能再住这间漏风的破储屋了。我要翻盖新房，我要风风光光的迎他回家。从那以后，我像上了发条一样，我把家里的几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农闲的时候，我又去了后山最危险的采石场。采石场的活虽然能拿现钱，但经常有人被碎石砸伤，我不管不顾，每次都挑最重、最危险的活干。肩膀上的皮磨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哥，你别这么拼了，嫂子要是知道你这样，肯定会心疼的。这点疼算什么？你嫂子为了我在城里跟她亲大拼命，我流点血怎么了？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用汗水和鲜血硬生生攒下了一笔钱，把家里的3间破水屋推倒，盖起了青石岗里最敞亮的3间大瓦房。我还在院子里给她种了一棵她最喜欢的桂花树。我就在这里等着她回来，等着她再点着那盏明亮的煤油灯，安安静静的看书，等着她跟我说：“庭川，我回来了。”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大雪连下了3天3夜，又一次把进山的路给封死了，跟3年前我下沈念初的那个冬天一模一样。傍晚天色灰暗，我拿着扫帚正在院子里默默的扫雪，心里盘算着大雪封山了，路上肯定不好走。忽然一阵低微的拖拉机引擎声从村口的方向传来，突突突，拖拉机的引擎声在村口戛然而止。我没在意，依旧低着头扫雪。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让我灵魂发颤的声音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轻轻响了起来。延川，啪嗒，我手里的扫帚一下子掉在了雪地上。我咽了一口唾沫，屏住呼吸，慢慢的转过身。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中，站着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人，她的头发长长了，柔顺的披在肩上，脸色红润，比3年前离开时更漂亮，更耀眼了。延川，我回来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像一头蛮牛一样快步跑过去，一把将她死死抱进怀里。念初，你真的回来了，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傻瓜，我说过我会回来接你，就一定会回来。这3年你过得好吗？你爹没再打你吧？我很好，延川，我每天都在拼命学习，拼命工作。你呢？你瘦了，肩膀上的伤还疼吗？不疼，只要你回来，我哪儿都不疼了。延川，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我不认识太多字，但上面的红印章和我的名字，我还是认得的。这是啥？言川，这是我给你办的户口迁移证明。户口迁移？迁去哪儿？迁去省城。我毕业了，分配了工作，现在在省城的设计院上班。我脑子嗡的一下，惊喜来得太突然，砸得我有些发晕。你分配工作了？那你爹娘那边？你放心，我跟我爹娘说了，我这辈子非你不嫁。如果他们不认你，我就一辈子不回那个家。他们怎么说？他们拗不过我，最终同意我们在一起了。真的？他们不嫌弃我是个庄稼汉了？谁敢嫌弃我男人？而且言川，咱们不去跟他们挤，我在城里买了一套小房子，咱们一家人去城里过日子。你连房子都买好了？对，用我勤工俭学和勘探实习攒下的补贴买的。念初，你受苦了。不苦，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干什么都不苦。陆母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衣服走出来，当她抬起头看清院子里那个穿着红大衣的女人时，手里的木盆哐当一声砸在了地上。哐当，装满衣服的木盆砸在雪地里。陆母呆呆地站在屋门口，浑身剧烈地颤抖着。陆小果听到动静，也从屋里跑了出来。娘，小果，念初，真的是我的念初，娘，念初啊，你可回来了！娘天天盼，夜夜盼，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回来呀。嫂子，你终于回来了，小果好想你啊！娘，小果，别哭了，我回来了，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村长周广福披着军大衣，踩着厚厚的雪，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我就说嘛，念初一定会回来的。周叔，我回来了。言川，你这3年的苦没白吃，你们俩啊，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言川，这新房你刚盖好，连1天都没住过，现在念初要把你接去城里，你这房子真舍得就这么扔下？舍得，周叔，只要念初在，哪儿都是家。言川，这房子是你盖的？我想着你要是回来，总不能还让你住那间漏风的破屎屋。如果你真的不回来了，我就在这新房子里等你一辈子。傻瓜，大傻瓜。不傻，这不就把你等回来了吗？周叔，这房子以后就当村里小学的学堂吧，村里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敞亮的地方念书。言川，念初，你们都是好孩子，我替全村的娃娃们谢谢你们。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开始收拾行李。沈念初打开那口旧木箱，你的东西我一样都没丢。第二天清晨，雪停了，我们一家人拎着行李走到了村口，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地聚在村口为我们送行。乡亲们，保重！拖拉机突突地启动，载着我们驶出了青石坳，走向了那个我从未踏足过的省城。几个小时后，当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终于在省城火车站的广场上时，看着周围陌生的车水马龙，我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丝莫名的紧张。省城的天也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但这里的路面是平整的柏油路，街道两旁是高高的楼房和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言川，冷吗？不冷，你在我身边咋会冷？我们跟着沈念初左拐右拐，终于来到了一片整洁的家属院。推开门，是一套虽然不大但十分干净明亮的2居室。娘，小果，以后这就是咱们在城里的家了。安顿好他们后，沈念初拉着我走到了阳台上，外面的雪渐渐小了。言川，3年前大雪封山，你在黑松崖救了我，3年后还是下雪天，我回来嫁给你。咱们的苦日子终于到头了。以后都是好日子。就在这时，满天的大雪突然停了，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倾泻而下，恰好洒在我们身上，温暖又明亮。天晴了。就在我们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吃着第一顿城里饭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威严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站在门外的那个脸色铁青的中年男人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你真把他带到城里来了？爹，你怎么找到的？你单位填的家属地址我能找不到。陆延川，你还真敢跟来？你知不知道这里是省城？爹，你干什么？是我非要接言川来的。念初是我媳妇儿，她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别叫我伯父，我没承认过你。
你以为城里的日子是那么好过的？你一个山里种地的，连字都认不全，靠念书的工资养活你一家老小，你算什么男人？我不靠他养，我有一把力气，我能挣钱养家。以前在山里我没饿着他，在城里我一样能让他吃饱穿暖。挣钱，在省城没学历没门路，你拿什么挣？好，我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是能在城里找份正经差事，不靠念钱养活你这娘俩，我沈青山就认你这个女婿。爹，好，我答应你，3个月。我要是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我自己滚回青石岗，绝对不耽误念初。哼，一言为定。连川，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能答应他？3个月怎么可能？别哭，没事儿，答应他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信我。可第2天一早，当我真正走上省城的街头去寻找工作时，才发现沈青山说的话有多残酷。接连跑了10几家招工点，我竟然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招工，你有初中文凭吗？没有，但我力气大，啥苦都能吃。去，咱们厂只要有文凭的技术工，力气大，回乡下种地去，别在这碍事儿。这一上午，我挨了无数个白眼和驱赶。省城不比乡下，光有把力气，人家根本不认。走到哪儿都要文凭和城市户口，难道我陆延川真要被这大城市给憋死？听说了没？南郊的国营货厂急招搬运工，给现钱，就是活太重太累，根本没人苦干。这句话让我眼睛瞬间亮了，简直是救命稻草。我扔下馒头，一路狂奔跑到南郊交货场。货场里尘土飞扬，几十个工人正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王主任，我来应聘搬运工。乡下来的，这活可不是一般的累，一天得扛200袋水泥，干不完1分钱没有。我能干300袋，只要给钱，多苦多累我都干。哟呵，口气不小。行，去3号仓，今天先试用，干得好结现钱。我二话不说，冲进3号仓，扛水泥，搬钢筋。我像一台不知道累的机器一样，把周围那些偷懒的工人都看傻了。小子，干得不错，有膀子力气，明天继续来。我攥着这30块钱，激动的一路往家狂奔。可我刚跑到家属院门口，就看到一辆刘谦熟悉的黑色小轿车停在那儿。沈念初正被他母亲死死拉着往车里拽。娘，你放开我，不回去，这是我的家。你爹都气病了，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家。念初，陆延川，你何必非要缠着我女儿？你知不知道，因为他非要跟你结婚，单位连分房的资格都给他卡了，他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浑身一震，猛地看向念初。我不在乎，大不了我自己租房子，我不靠他们。伯母，我今天找到活了，在南郊货场，这是我今天挣的30块，我保证我能养活念初，绝对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货场，你去扛大包？只要能赚钱养家，扛大包我也愿意。你们……他转身坐进车里，绝尘而去。延川，货场的活太累了，你别去了好不好？我的工资够咱们一家人花的。不行，我答应过你爹，是个爷们儿就得说话算话。第2天，我照常去了货场，干得比昨天还猛。中午吃饭时，我端着饭盒蹲在仓库阴凉处，常年在山里打猎练出的敏锐直觉，让我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我放下饭盒，悄悄走到4号仓库的后门，竟然看到2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偷偷把新进的进口钢材往外搬。干什么呢？那2个男人吓得一哆嗦，转头一看只有我一个人，立刻从腰里掏出2根沉甸甸的铁棍，凶神恶煞的逼近。少他妈多管闲事儿，装没看见，这200块钱就是你的。把钢材放下，滚出去！呀，找死！另一个见势不好，转头就想往围墙外跑。想跑？来人啊！抓贼！很快，王主任带着一大群工人们跑了过来。我的老天爷，这可是刚进的进口钢材，一车值好几千，要是丢了，我这主任也得去蹲大牢。延川，你这身手绝了，你立大功了。应该的，拿着货场的钱，就得护着货场的货。1个月后，我拿着第1个月300多块钱的丰厚工资，买了一大堆高档营养品，带着念春雄赳赳气昂昂的敲响了沈家的大门。你来干什么？爹，延川发工资了，特意给您和娘买了燕窝和人参。伯父，我说过，我能凭自己的本事养活念初。哼，进来说吧。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沈家，屋里全是高高的书架，透着一股大户人家的书香气派。沈母端来2杯茶，虽然依旧没有笑脸，但态度比上次在街边好多了。300多块，你去抢银行了？没抢，我在南郊货场当小队长，抓了2个偷钢材的贼，这是主任给的奖金和工资。沈青山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眼底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被他掩饰了过去。念初是工程师，你是个包工头，以后你们有共同语言吗？爹，你别太过分了。伯父，我知道我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但我可以学。我已经让念初每天晚上教我认字了，我也准备去报夜校。
好，你想学是吧？给你半年时间，把这本书里的字认全。你要是能做到，我就同意你们办城里的婚礼。我看着那本像砖头一样厚、密密麻麻全是天书的专业书，头皮一阵发麻。好，一言为定。然而，我刚走出沈家大门，川哥，不好了，咱们货场出人命了！川哥，不好了，出人命了！出人命了！怎么回事？3号舱的钢管垛子塌了，柱子被压在最底下，满地都是血，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我脑子嗡的一声，拔腿就往南郊货场狂奔。我猛地推开人群，钻进仓库，快步走到倒塌的钢管垛子旁。凭借着多年在深山打猎练出的敏锐直觉，我蹲下身，死死盯着那根被利器割断的粗麻绳。麻绳的断口处赫然挂着一小块撕裂的破布片，那布片的花色我太眼熟了，是青石凹土纺的灰格子布。这不可能！川哥，你发现啥了？大强，那2个偷钢材的贼，是不是还有同伙没抓到？警察说是有一个接应的，跑得快没逮住。我把那块破布死死攥在手心里，骨节捏得咯咯作响。照常富贵，去拿2根铁棍。今天晚上，咱们去抓鬼。深夜，南郊废弃的旧厂房里，我顺着货场外墙上留下的半截泥脚印，一路追踪到了这里。川哥，他真躲在这儿。嘘。嘿嘿，陆延川那个泥腿子，这回肯定被开除。等他饿死街头，老子再去沈家看他的笑话。砰！我一脚踹飞了那扇破木门，木屑四溅。谁？赵长贵，你他妈真是阴魂不散啊！陆延川，你咋找来的？你别过来，老子弄死你！弄死我？你这点道行，在山里连野猪都斗不过。紧接着，我飞起一脚正中他的胸口，直接将他踹飞出去。哎呦，我的肋骨！破坏货场，重伤人命，赵长贵，你这辈子就在牢里蹲到死吧！我把赵长贵扭送到了保安局，真相大白，货场的危机解除了。王主任激动的要给我发200块奖金，我却1分没要，全拿去给受伤的柱子付了医药费。延川，我爹让你今晚回家一趟。伯父，您找我。南郊货场的事儿我听说了，有胆识，有道义，但陆延川，你记住，匹夫之勇盖不起高楼大厦。我给你的期限过去半个月了，这书你认了几个字？伯父，前3章的字我全认全了。哦，好大的口气！从那天起，我开始了近乎自虐般的学习。白天在货场挥汗如雨，晚上回到出租屋，我就点着灯，拿着念初给我买的词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死磕。延川，这个字念轴，车轴的轴。轴，记住了。这双手拿惯了锄头和砍刀，现在却要捏着笔杆子学画图纸。延川，太苦了，咱们不学了好不好？大不了我不认我爹了。瞎说，我陆延川答应过的事儿，就绝不反悔。我要堂堂正正的娶你进门，让他心甘情愿的叫我一声好女婿。半年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西装，深吸一口气，再次敲响了沈家的大门。把你脑子里记下的建筑力学受力图给我画出来，旁边标上文字说明。受力分析，承重墙结构，力矩寄送传示。伯父，我画完了。我以为你1个月就会放弃的，你真是一头拉不回来的倔驴。爹，还叫伯父？聘礼准备好了没有？爹，娘，受小婿一拜。快起来，快起来！这孩子，你哥哥。哟，沈大专家的乘龙快婿，听说是个在货场扛包的苦力呀。钱老板，你喝多了。老沈啊，我没喝多，我是心疼你家闺女。这样吧，小陆，
你明天来我工地搬砖，看在沈工的面子上，我给你开双倍工资。钱老板，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打算搬砖了。咋还想当少爷吃软饭？我吃自己挣的硬饭。我已经辞了货场的工作，用我这半年攒下的奖金，加上念初的支持，盘下了南郊车队的3辆旧卡车，成立了我自己的物流运输队。以后钱老板工地的建材，说不定还得排着队求我来运。好小子，有种！从那天起，我带着大强几个兄弟起早贪黑的跑运输，凭借着过硬的信誉和敢打敢拼的干劲儿，我的车队从3辆旧卡车迅速扩张到了10几辆。而念初也在设计院步步高升，拿下了好几个省级重点项目。然而商海沉浮，哪有永远的风平浪静？就在我的车队接下省里最大的一单跨省工程物资运输时，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将车队死死困在了随时可能塌方的盘山工程路上，前面的桥也断了。川哥，前面的桥断了，过不去了。都给我下车，带上强光手电。川哥，这批货是省里的救灾物资，明早8点要是送不到，咱们车队可是要赔得倾家荡产，还要吃官司的呀！哭什么？天塌下来，老子顶着。大强，拿最粗的牵引绳来。川哥，你干啥？这水流这么急，下去就是没命啊！老子在青石坳连熊下子都敢搏，这点水算个屁！对岸有一条废弃的运木头的老栈道，我游过去把绳子固定在对面的大树上，咱们搭个溜索，把物资一箱一箱运过去，在那边重新找车接应。可是没有可是，我陆延川的字典里没有认输2个字。川哥，拉绳子！整整一夜，暴雨不停，我和车队的兄弟们踩着泥水，靠着一条溜索，硬生生把几10吨的救灾物资一箱一箱全转移到了对岸。断桥了，你们还能按时送到？陆老板，你们这是拿命在拼啊！拿了国家的钱，就不能耽误国家的事儿。好，有血性。以后省里所有的重点运输项目，我只认你陆延川的车队。1个月后，我物流公司在省城彻底打响了名堂，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我从一个只有3辆破卡车的小老板，一跃成为省城物流界的黑马。延川，你现在摊子铺大了，不能光靠兄弟们讲义气。得有现代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哪懂那些文绉绉的东西？我懂，我帮你拟定公申章程和财务制度。在念初的帮助下，公司迅速走上正轨，树大招风。那个曾经被我当众打脸的钱老板，看着我日进递进，开始向我使绊子了。川哥，出事了！咱们车队有5个老师傅，今天集体交了辞职信，说不干了。不干了？嫌工资低？是那个钱老板。他在咱们园区对面开了一家新物流公司，直接出双倍底薪挖咱们的墙角，不仅挖司机，还把咱们几个大客户的供货渠道给截胡了。钱老板，这老东西正面竞争不过，开始玩阴的了。大强，把所有司机都叫到院子里开会。听说对面开了双倍低薪，有人想走，想走的，我陆延冲绝不拦着。强扭的瓜不甜，这些钱算我给你们多结的1个月工资，大家好聚好散。但是留下的兄弟，我陆延川在这里发誓，只要我有一口肉吃，就绝不让你们喝汤。年底不仅有奖金，公司还要给每人配股份。川哥，我不走，我这条命当初还是你救的，谁走谁是孙子。对，我们不走。对面的钱老板算个什么东西？黑心鬼一个，跟着他早晚进去。川哥，我们糊涂啊，我们哪儿也不去。稳住了军心，我冷笑地看了一眼街对面的招牌。钱老板，你想玩，老子陪你玩到底。
延川，反击的机会来了！省里要修建一座亚洲最大的水利大坝，目前正在公开招标总物流供应商。对，不仅是运费高，更重要的是，这是省里的重点工程，拿下来，你的公司就能彻底在全省站稳脚跟。不过，参与招标的企业有10几家，钱老板肯定也会不惜血本去抢。他有钱，但你手里的王牌他没有。这是我带领车技院团队实地勘探了3个月画出来的水利大坝周边地质图。要想把几百吨的重型设备安全运进去，绝不能只看地图，必须懂得规避塌方和泥石流。而你是全省最懂山路的车队老板。媳妇儿，你简直是我的女诸葛！招标会当天，省城最大的会议中心里，各路大佬云集。哟，陆老板，你这种泥腿子车队也敢来掺和重点工程？今天可是要上台讲方案的，你认识字吗？评审团入席，沈青山赫然坐在主审官的位置上，各家公司轮流上台。钱老板拿着厚厚的演讲稿，把底价压得极低，满嘴跑火车，听得评审团频频皱眉。最后一位，远航物流公司陆延川。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大步走上演讲台，没有拿稿子，也没有带任何废话，我直接将念出画的那张巨大的3D 路线图挂在黑板上，转过身，面对着省里的各位专家和领导，我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质疑：钱老板刚才报的底价确实诱人，但各位领导，我想问一句，如果运载着几百吨发电粗的重卡，在经过洛堰峡时遭遇泥石流侧翻，这个损失是他那点运费能赔得起的吗？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洛堰峡地势平坦，怎么可能有泥石流？平坦，洛堰峡表面是平原，但地下是石灰岩溶洞区，近期省内连续降雨，地下水饱和，重卡一旦碾压过去，必然引起塌方。各位专家，要想绝对安全，必须绕道黑风口。虽然增加了30公里的零程，但黑风口的岩层是花岗岩，承重力完全能达到标准。招标结果毫无悬念，我以最专业的方案和零风险的承诺，拿下了这个全省最大的项目。而钱老板因为方案存在重大安全异项，不仅被淘汰，还被工商部门列入了重点调查名单。延川，你刚才简直帅了！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媳妇儿教的。念初，吴生，大夫，救命啊！陆延川，我女儿要是出了什么事，我绝不饶你！大夫，我媳妇儿咋样了？是不是累坏了？你们这些家属是怎么当的？连孕妇怀孕快2个月了都不知道，她是低血糖加上过度劳累导致的晕厥，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补补就行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好啊，我要当外公了。念初，咱们有孩子了，你受苦了。傻瓜，哭什么？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半年后，我的物流公司已经彻底垄断了省城的重型物资运输市场，成为了全省首屈一指的企业。我穿着笔挺的西装，看着窗外的繁华都市，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那个大雪封山的琼家沟。媳妇儿，公司现在彻底稳了，我想回一趟青石坳。好，咱们回家，这次回去干票大的。我的乖乖，这是什么情况？乡亲们，我陆延川带着念初回来了。延川发大财了啊！这车可真气派。好小子，周叔就知道你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周叔，我们这次回来不走了。不走了？对，这里面装的全是水泥、钢筋和书本。我陆延川出资200万，给咱们青石坳修一条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再盖一座3层楼的砖瓦学校。以后，咱们青石坳的孩子再也不用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泥地里上学了。延川，好样的！
我们谢绝了所有的宴请，慢慢的走回了村东头我们当初盖的那座大瓦房前。房子被村民们打扫得很干净，院子里我亲手种下的那棵桂花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真好。言川，念初，不好了，你媳妇的肚子是不是不对劲儿啊？言川，疼，肚子好疼。念初，预产期不是还有半个月吗？可能是刚才一路颠簸，动了胎气，羊水破了。快送县医院，在山里生有危险。大强，备车。天空不作美，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狂风大作，天空中竟飘起了鹅毛大雪。这场雪下得像极了4年前我遇见他的那个冬天。媳妇儿，挺住，深呼吸，我马上带你到医院。言川，我怕。别怕，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车子路过黑松崖的时候，我脑海中猛地闪过当年在这里从狼口下救出他的画面。4年前，我在这里给了他第2次生命。今天，我也绝对不允许他和孩子出任何闪失。轰！一声巨响，前方拐角处的山坡因为积雪过重，突然发生了一场小型的雪崩。大量的积雪夹杂着碎石，瞬间淹没了前方的必经之路。车子嘎吱一声猛地停下，距离雪堆只有不到半米的距离。路被堵死了。言川，我不行了。闭嘴，不许胡说！半个小时的生死博弈，我硬生生在雪墙上挖出了一条勉强能让车子通过的通道。念初，再坚持一下，看到县城的灯光了。大夫，救命！老爷，求求你保佑他平安。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不知道过了多久，走廊里静的只能听见墙上时钟滴答作响。谁是沈念初的家属？我是他男人。恭喜你，母子平安。是个胖小子，足足7斤2两。媳妇儿，辛苦了，谢谢你。言川，咱们有家了，一个完整的家。后来，沈青山给孩子取名叫陆之川，寓意知恩图报，海纳百川。几年后，我的物流集团已经成为全省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青石坳的那条摆脱马路也全线通车，村里的孩子们都在宽敞明亮的砖瓦学校里大声读书。漫天大雪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我们身上，温暖又明亮。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大雪天救下了我的姑娘。她历经千帆，依旧记得回家的路，记得我。我们的故事从大雪开始，在大雪里圆满。往后余生，岁岁年年，我们再也不分开。